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废柴大学生毕业后在家啃老的故事。玉子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，本该充满活力与朝气的她，却异常的颓废。离开学校回到家之后，玉子每天不是吃就是睡，睡醒了就看电视看漫画，没有对象，没有工作，更没有什么人生追求。玉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，她跟着父亲一起生活，父亲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店，每天都按时开店做生意。宅在家里的玉子不但没有帮父亲照看店铺，反而还要父亲照顾她的生活起居，像一个巨婴一样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连内衣内裤都要父亲帮她洗。可见父亲平时对玉子的照顾算得上是无微不至，厨房和客厅普普通通，但却真切的有着生活的气息。父亲看到玉子吃完饭剩下的碗筷和垃圾后，便喊玉子来收拾一下。玉子带点不耐烦的回答在厕所，手里还拿着本漫画认真的看着。小编现在如果不带手机蹲马桶就浑身难受呀。外面爸爸默默的把碗洗了。这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将做好的饭菜端到玉子面前，玉子慢吞吞的从地毯上爬起来，愁眉苦脸的说了一句：日本太糟糕了。父亲对玉子的这个状态十分的不满，他责问玉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去工作。玉子没有说话，父亲有点火了，你以为是为什么让你去读大学的？毕业之后什么也不做，整天就知道吃饭睡觉看漫画，不是日本太糟糕，是你太糟糕了吧。没想到玉子来了一句还没到时候呢。爸爸说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玉子理直气壮地说至少不是现在，直接让父亲堵了回去。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一转眼来到了冬天，玉子还是像之前那样每天窝在家里混吃等死，只有去小卖部买零食的时候才会运动一下。一天他从小卖部回来的时候，偶然看见隔壁照相馆的小男孩阿哲跟一个小姑娘很是暧昧，目睹这一切的玉子露出了姨母般的笑容。很快就到了除夕，父亲做好了一大桌子的年夜饭，跟玉子一起庆祝这个团圆的节日。饭桌上的玉子一直在捣鼓手机，惹得父亲十分不悦，于是父亲让他把手机放下先吃饭。玉子头也不抬地说道，如果不在今天给大家发祝福短信，那以后就没得联系了，大家就会慢慢忘了我了。这么看来，玉子虽然平时懒在家里，却不想和朋友失去联系。父亲听完心情十分复杂，虽然没能说动玉子好好吃饭，但好歹玉子也算是意识到自己缺失的社会性了，于是父亲便没再说什么。新年一过，春天就来了，玉子觉得是时候去找一份工作了。新的开始一定要有个新的造型。剪了短发的玉子似乎有些不一样，她端坐在桌前，认真地填写着一份简历，填到兴趣和爱好那一栏，很中二地写下了拍照和观察人类，还是用左手写字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玉子跟父亲提出自己需要一笔钱买面试用的套装。父亲听完表情有些惊讶，但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第二天一早，玉子出门买了新衣服，特意跑到隔壁照相馆让阿哲帮她拍张照片。出于害羞，玉子拜托阿哲一定不要把她来拍照的事告诉别人。回到家后，父亲送给了玉子一个昂贵的手表，是为了庆祝她迈出了这一大步。没想到的是，收到礼物的玉子并不是很开心，甚至有些生气，因为她并不是很喜欢被别人关注的感觉，如果被别人鼓励了，她会觉得不自在。于是她一言不发地将手表还给了父亲，让父亲将手表退回去。父亲脸懵逼，不明白为什么给自己女儿的礼物却得到这样的回应。第二天，父亲给玉子打扫房间的时候，看见了玉子扔在垃圾桶里的简历，知道了玉子想当一名偶像。虽然是个不切实际的目标，但好歹知道了玉子并不是没有目标的废柴。作为父亲，知道了女儿的梦想，当然要鼓励一下，于是就想跟她聊一聊关于偶像的事情，并鼓励她勇敢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但玉子却像是被人窥探到了自己的秘密一样，十分抗拒与父亲谈论这个话题，也不接受父亲的鼓励。从那之后，玉子又回归到了一开始混吃等死的状态，天天窝在家里看漫画。这天，玉子又准备出门买点零食，碰巧遇到了曾经的同学阿花。看着穿着得体的阿花，再看看自己邋遢的模样，玉子本想装作没有认出对方，转身走掉，但没想到阿花叫住了她，并热情地跟她攀谈起来。这一刻让玉子觉得浑身都不自在。晚上，玉子跟爸爸一起到别人家做客，听着爸爸与朋友闲聊，玉子这才知道爸爸最近正在准备相亲。回家的路上，玉子向爸爸打听了这个相亲对象的情况，知道对方是一名手工老师。于是第二天，玉子找到了邻居家的小男孩阿哲，想让他帮忙去一趟那家手工作坊，看一看那位老师怎么样。没想到话还没说完，就受到了阿哲的嘲笑。他跟玉子说，我可是很忙的，不像某些人大学毕业了到现在还赖在家里闲着。玉子听完后有些生气，但是苦于求人办事，只能对阿哲说说好话。最终阿哲同意了帮玉子这个忙。第二天，阿哲来到了那家手工作坊，这时一位温柔和蔼的老师接待了他。
阿哲带着任务偷偷观察了这个老师一天，最后成功带着信息回去传达给了玉子。他的名叫耀子，一个人住公寓，养猫，长得还不错。就这样，玉子大概了解了这个手工老师的情况。等父亲回家后，玉子就开始有意无意地说起这个手工老师。听说那个耀子果然很危险呢，教室会有许多的男人去上课，人长得漂亮，男顾客去了多半是为了看他吧。而且教室是个社长出的钱，明明离了婚，却还被包养着，话里话外都在向父亲传达着这个女人的不是。一开始父亲沉默不言，但玉子一直说个不停，于是沉默的父亲爆发了。他指责玉子不该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这样去评论别人。玉子听完十分的不服气，于是决定自己去看一看这个手工老师，亲自去证明这个女人真的不怎么样。第二天，玉子略带心虚的来到了这家手工作坊，偷偷的在门外观察着这个手工老师的一举一动，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。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耀子老师是一个非常和蔼温柔的人，与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在简单的交谈后，玉子说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并主动向耀子袒露心声，说自己大学毕业后一事无成，整天都像个废柴一样，已经23岁了，没有工作，天天在家悠哉悠哉，而爸爸也从一开始的责骂变成了不管不顾，真是个糟糕的父亲呀。耀子静静地听着父亲发牢骚，像一位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那样看着玉子。听到最后，他轻轻笑了起来，温柔地劝说着玉子。耀子说，之前不明白像你爸爸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一直不找伴侣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因为玉子很有趣。其实爸爸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玉子身上，虽然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，但是却让玉子如沐春风，更了解爸爸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玉子给自己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母亲十分冷漠，似乎并不是很想知道玉子最近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还告诉玉子，我和你爸爸早就分开了，你的姐姐也已经独立生活了，只有你还在这里抱怨一切，不要再继续这个样子了，不管去做什么，快点行动起来，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吧。母亲的话虽然有些让人寒心，但却是个大实话。23岁的年纪确实应该学会独立生活了，整天待在家里啃老，只会让身边的人瞧不起。即使是妈妈也不会容忍自己的孩子这个样子。也许是妈妈的态度刺激了玉子，又或许是耀子抚慰了玉子的心灵。玉子的眼神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坚定起来，似乎已经在心里做好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。挂完电话的玉子继续骑车回家，在路过一个车站时，她看见了上次遇见的同学阿花正在等车。阿花准备离开家乡去东京发展，身边堆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独自一人站在站台上。这一次玉子没有逃避，他主动跟阿花挥了挥手向他道别。玉子的坦然似乎也在预示着他即将抛弃那个颓废的自己，准备好向新的旅程进发了。晚上玉子跟父亲聊起了耀子老师的事，并告诉他自己跟耀子见过面了，还告诉他耀子真的是个很不错的女人，你要好好加油哦。父亲却说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才不想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。父亲又犹豫了好一会儿说，玉子，等这个夏天结束后，你就从家里搬出去吧，不管工作定没定下来，总之先离开家里出去闯一闯。玉子的内心毫无波动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合格。父亲知道是时候让玉子开始下一段的人生了。第二天早晨，玉子在阳台上洗衣服，这次换玉子来晾爸爸的内裤了。玉子也在慢慢的改变自己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像主人公那样遇到迷茫的时候，但请不要停留在原地，不管前面的路是不是对的，一定要记得勇敢的迈出第一步，这样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儿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